各位朋友，台湾的粉丝给我私信爆料啊，浩哥，你果然是油管的第一黑嘴，不是神嘴，我算是服气了。你是真是说谁进去瞪谁怀孕呢？我说咋了？他说前两天你不是说这个厉正杰，大陆网友抵制厉正杰吗？这个中天电视台果然把他给开除了在前两天我们确实说了一集，我说这个厉正杰呀，因为他骂这个纪林莲和骂小舰长呢，引起了中国大陆网友的强烈的不满，所以很多大陆网友呢就在大陆发起了说抵制厉正杰，只要是厉正杰还上中天的话，我一颗旺旺都不会买。我说这就麻烦了，为啥呢？因为咱们有台中天呢，他那个是这个旺旺集团赞助的，所以你把这个金主的商业声誉给搞坏了，那他还能待得下去吗？你看我当时我说完了以后没两天是吧？因为我和有台中天也有着良好的这个沟通吧你看我所有的节目人家我就授权人家中天随便用啊。这个我说完了以后，没准中天真看到我说的那一集了，还有很多中国大陆的网友跑到中天台底下去留言去是说要抵制，只要是你再请这个厉正杰，我们就不看中天台了，我们那个不买旺旺了。厉正杰终于作到头了，朋友们看到了吗？厉正杰说的是啥呀？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压马路。有这个网友就发现了，他没有出现在中天的节目里边，显然就是人家已经通知他了，可能对厉正杰说的也比较客气吧这个您那个预定的节目由于各种原因咱推迟吧，实际上就永远推迟了，就把厉正杰给开了。好多网友说就是要把厉正杰给开了他说压马路，有好多的网友我一看说，哎呀，这老小子肯定不去压马路去，他又一个俞北辰冉冉升起了，他下一步肯定是去绿媒去了这老小子去绿媒去了胡说八道去了，非常非常有可能。那位说至于吗？这怎么厉正杰混的自己都混成这样了？有一句老话大家都知道是做事儿先做人，如果你人品不行的话，那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是吧？人设崩塌了以后，在互联网时代，那不就成了过街老鼠了吗？厉正杰就属于这个，他骂这个纪林莲呢，就等于说是什么呢？是向恩师捅刀子。为啥呢？因为他在若干年前，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在中天就是纪林莲老将军带着他出道的。当时呢，他刚辞去这个军校的教职，没什么活干，跟家里边看孩子呢。然后呢，纪林莲老将军就带着他在中天出了节目，观众反响还不错，一个退役的老将是吧？那个说这个一些军事上的事情倒也靠谱。于是呢，他就成了这个中天的常驻嘉宾了，就等于说是人家老将军带他出道，他背后捅了人家一刀。所以这玩意儿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里来讲的话，这是属于大逆不道、忤逆。那个纪林莲是他的老上司，是他的可以说是师尊。纪林莲，我要告诉你，你不要以为黄复兴党部的党员都听你的，你不要得了大头症，你现在当副主席，你就认为你可以辖黄复兴党部的党员来命令。我跟你讲，我们黄复兴党部的所有党员自己有自己的思考，自己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你不要去讲那种话，我觉得你讲那种话说黄复兴党部要怎么样？黄复兴党部不是你纪林莲的，我在这边特别要纠正你，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挟黄复兴党部以自重，认为说是我要来要挟人，所以你们不听我的，我就叫黄复兴党部怎么样？我们不会听你的啦。我跟你讲，我也是黄复兴党部党员啦，我们不会听你的啦。你
不需要在这边把整个国民党搞成这样，真的是非常难看。我劝你这个如果说你有自知之明，赶快辞掉这个副主席的位置，不然的话真的是太难看。尤其是你在场上面讲这种话，那你自郑丽文主席。当时我不也评价了吗？我说人家季副主席不代表黄复兴，你一个啥也不是的，你能代表黄复兴啊？所以这个李正杰就遭到了很多大陆网友的这种反感，这不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吗？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小舰长的这种攻击更加惹怒了大陆的网友，因为他对小舰长应该是羡慕嫉妒恨吧，因为小舰长受邀93阅兵受邀登上了解放军的军舰。你看他酸的了不得，他怎么说的了？他说军人的职业发展通常在第11年晋升中校，说吕礼师为了终生俸撑到20年才退伍，因此他在军旅生涯的第12年开始，他的长官都是他以前的学弟或部属，在军中讲究阶级服从的团体里，他很委屈的熬了9年，如今他可以接受国台办的邀请，以上宾的规格接待，也算是出人头地，难怪会感动到哽咽，说出伤害国军与绿营痛恨的话。瞧见了吗？这个货他站在哪个立场上？怪不得大陆的网友纷纷这个到中天留言要抵制他呀，这纯属是嫉妒啊，对吧？看见人家小舰长这个这么大的礼遇，他一个这个就是军衔比小舰长高人家大陆根本就不搭理他这个老头子，是吧？这纯属是嫉妒恨呐。如果说吕礼师这次到大陆去，让所有的校级军官被民进党修理，要扣掉周春凤来讲的话，吕律师你有胆你就说一句话，对不对？冲着我来，你把我的周春凤扣掉，不要去弄其他的校级军官。对你律师敢不敢讲这种话？小刀在后面戳那我就直接讲明了啦。有些退役的将领他在脸书上面是怎么写的？他就写说黑狗偷吃，白狗受罪。然后他说呢，这个修法要把校级军官呢列入删除退俸的对象，修理到无辜的降级军官。我刚刚就讲了，我每一次都讲，从第一次我到珠海航展，到我去93阅兵，以及这一次我统统都讲，你们就针对我好了，你们搞一个那个吕礼师条款，就是针对那个吕礼师那我就认了。那不要去霍霍别人是吧？对，你不要把所有的这个校级军官统统都涵盖在里面。那我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呢，他还继续写那个这个老将军呢还在写说黑狗那个他说。那个修理到的到底是无辜的校级军官还是闯祸的黑狗？意思是什么？他在隐喻谁是黑狗。我们这样讲影射的杀伤力最大。如果你带种有本事，你直接指名道姓的讲对不对？如果是的话，你还算是个汉子的话，如果你不是个汉子，就到一边凉快去。那他还接着继续讲黑狗指示以后不能再出去偷吃了等等。你讲谁偷吃开什么玩笑对，然后他还继续讲他说校级军官以后到对岸旅游经商要谨言慎行我就说什么隐藏的这一些好像平常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些，这也不是这些，就那一位老将军，大家都以为他是支持中国大陆的这种思考的，但是他在这里为什么讲的是对岸？他平常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国大陆，讲的是大陆。为什么你现在讲的是对岸？讲的变成跟这一个民进党讲的跟这一些青鸟黑熊一个口径了。意思就是你其实骨子里头流的就是青鸟黑熊的血那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从来不搞什么影射影射都是脓包讲的话，我都是直球对决，所以我昨天直接讲了，也就是说呢，
你有本事你就针对我来，你就针对我一个，没关系，我认了，但是我甘之如饴啊，我直球对决。我说你们这些啊，只是啊想要当倭寇而已，想要当日本以及美国的这一个那个代理人，想要兄弟自残而已。你们就是这种人啊。那所以我说啊，不是在那个 T 台或者是在中天出现的这一个来宾啊，就一定是支持中国大陆的伟业的，不是哦。那他只是挤不进三立民视年代，他挤不进去，然后呢，他就是哎呀，擦脂抹粉，搞得好像是他是蓝军一样。不，大家可以啊，我绝对不是因为这位老将军他的一个脸书我开始发火，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他每一次都这样弄。我在直球对决啊，也就是让大家看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啊。那有些敌人啊，隐藏在那个我们的阵营里头，然后呢，装的好像是支持中国大陆，其实不是。他说支持中国大陆的是黑狗，是偷吃，然后还来那个把中国大陆。那个平常讲的是中国大陆，现在讲的是对岸，你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嘴脸。那我今天当然啊讲的比较重啊，很严正的说啊，这也绝对不是单一事件啊。那大家说还好啊，我没当军人啊，不是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要忘了啊，现在呢在台湾啊，那个其实劳保的部分呢快破产了，那劳保的这些基金啊是由政府作为那个补拨的，也就是你钱不够，那由政府编列预算补拨，所以劳保算不算是那个政府补助的基金的一部分？所以以后你不是军公教，你总领的是劳保吧？他以后会不会针对你劳保也来这么一会儿，说对不起啊，你领的钱那个也是那个怎么样？那个也是人民的血汗钱啊，说为什么那个要养你这些人呢？以后不是适用军公教而已啊，是适用那个全台湾的人民。所以我今天就算是一个鸡吧，就是你杀我来警告这些猴子，我就告诉这些猴子，你们不是猴子啊，你们是鸡啊，你们跟我一样也是鸡啊。也就是他未来真正的要广泛解释劳保的内容的话，其实也是如此。你看劳动部就说了，政府负最后支付责任，意思是什么？政府要付款的政府付款意思就是你拿的劳保是我的钱啊，所以你们再继续跟着讲嘛。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啊，那个你自己，我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因为我也没得罪过他。那我们通常上节目，也就是节目开始的时候到节目结束就离开了。那有人是跟我讲啊，他觉得啊，你的风头抢过他了。你也可以举手争取要去93啊，你也可以举手争取你要去这一个海军节，去这个海军节啊。但是我想问的是，我说甘之如饴，我说随便了，那个你们要扣我的终身俸就扣吧，我认了。你有同样的想法吗？你有同样的真正的？人家小舰长多有种啊，对吧？我就说了啊，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小舰长的人品和这个厉正杰的人品一比的话，那简直是云泥之别，天上地下呀。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啊。你看这个厉正杰根本就是蓝皮绿骨啊，这么一个老蛤蟆呀，他竟然说在台湾当小粉红的网红，当然会在台湾身败名裂。你瞧瞧他说的这话啊，其实他不就是披着个蓝皮的一个绿蛤蟆吗？这老蛤蟆这回可以了，中天这回直接让他直接到绿营啊，你去扒下蓝皮当绿蛤蟆去吧，直接就去吧，滚！给中天点赞啊！大陆的网友们啊，为支持中天，咱们多多买旺旺去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